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呐。今天出大事儿了，这个事儿究竟是好事儿呢，还是坏事儿呢？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面具人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标题你们也看了，北约已经觉醒了，已经开始要联合所有的西方国家来针对俄罗斯和中共了。那这是好消息。那么伴随好消息的坏消息就是蓬佩奥在北约的这次会议上面，因为一些矛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还有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呀，它的应变能力很强，它的进化速度非常快。如果你这一次不能一鼓作气的直接摧毁中共，就像蟒蛇一样绞杀猎物，缠住它不放，绞到它窒息，绞杀到它全身的骨头都碎掉为止，那你是不会成功的。你只要给他一点点的喘息机会，共产党立刻就会满血复活，并且会吸收你的战术经验，产生耐药性。下一次你再用同样的药方去对他，就不管用了。共产党就像那个艾滋病差不多，耐药性非常的好，产生抗体的速度非常的快。你们自己仔细看面具人我这种人面对任何对手，哪怕是一只蚂蚁我都不会掉以轻心的，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其实共产党并不像他们那些大外宣说的是傻子白痴弱智。你们自己仔细看看，共产党70多年来，他可曾一败过？不管是他运气好也罢，还是说中途被虐得多么狼狈也好，或者是说因为长征呀、逃跑呀，牺牲了多少人也罢文革大饥荒，对不对？咱们看结果，共产党的统治延续到今天，他陷入再恶心再困难的境地他总是能找到办法脱身，或者是苟延残喘。并且呢，共产党你可以把它看作为一个生物，就是一个拥有5000年寿命的有机体阴谋生物。要耍阴谋共产党它是登峰造极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看这一次同样的，共产党面对西方即将到来的挑战共产党已经开始做相应的调整了。那这究竟是用了什么调整方式呢？共产党有什么秘密招数还是秘密武器呢？在节目的最后告诉你们，共产党具体是怎么调整的标题上我也写了嘛，和胡锡进和李毅都有关系，还和黄之锋、周庭有点关系。先给你们看个新闻这个黄之锋、周庭的判决结果出炉了。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以及前成员周庭，因为涉及了2019年6月21日包围香港警察总部案，3人于上周当庭认罪，并且呢全部还押。12月2日下午，西九龙裁判法院就此案宣判，黄之锋被判刑13.5个月，周庭被判刑10个月，林朗彦被判刑7个月。据此前报道呢，3人涉嫌在2019年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被指控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3项罪名就是说白了煽颠罪嘛。看到没？面具人在11月24号的节目中就精确的预测过，这3个人呢不会被判刑判太重的，顶多就是轻判意思一下，给大家看看最短的你看判了才7个月，半年左右，最长的呢也就是1年。怎么样？面具人我当时预测的就是他们被判的时间不会太长可能就是1-2年、2-3年，甚至会更短看来面具人我还是说中了他们才判了半年的都有。这个黄之锋、周庭并没有像民主大师他们说的活不成了，要被共产党大卸八块了吧。而且呢，这几个人加起来都已经是上千万身价的人了。随便找点熟人，花点钱疏通一下，找点关系，对吧？可能半个月、1个月去牢里面旅游一圈就被放了。面具人昨天还说了，真正要坐牢的人哪会像周庭那样如此轻松淡定的玩来玩去的吗？他肯定是知道自己不会有事的，才能如此轻松的，对吧？面具人包括香港人，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吧？很多普通香港人因为只是上街游行了一下就被判刑1-2年、2-3年的都有。黄之锋、周庭算煽颠了吧？算是头目了吧？算是组织者了吧？才判几个月
在大陆山巅一般都是判3-5年的有期徒刑的，甚至时间更长。你们看这个图，重庆市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4项罪名，11月20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20年监禁。看，面具人早都给你们说过，共产党真正想干掉的或者是重判的人呢，他是不会让你随身带摄影师，并且呢还把你打造成网红，把你打造成民主大师的，都是悄悄摸摸的把你干掉啊！面具人我不报道这个人，你们可能大多数人没听说过这个李怀庆被判了20年吧？可能还有更多的不知名的人被悄悄的做掉了，被悄悄的重判了啊！老百姓们都不知道，怎么普通人呢、香港人呢、大陆人反个共都被判得这么重，黄之锋、周庭就判得这么轻呢？看面具人我节目到现在的香港朋友们，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普通人稍微在网上骂个习近平都能给你判个6-7年黄之锋、周庭这种组织煽动，当这种反共领袖的人，居然只判半年几个月1年。现在明白了面具人我当年说的这些话没问题了吧？差别对待，为啥？因为你不是神选之人嘛，你不是革命领袖嘛，你就是炮灰你上街游行一下，你就是被钓鱼，甚至被干掉。人呐，有时候就是喜欢自己把自己作死。那党为啥这么做呢？你们想一下嘛，为啥把周庭、黄之锋又要判，但是不判重刑呢？就判几个月意思一下，这和中共的大政战略有关，这中间呢有大秘密的。节目最后呢，面具人再给你们揭秘。先来讲讲西方这个北约现在究竟是打算怎么样针对中共的你们听面具人我慢慢的给你们道来这是由北约委员会撰写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称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北约在增强军事威慑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呢，随着威权野心勃勃的中国的崛起，也对西方构成了类似的挑战。这个报告称，北约现在需要在政治方面取得类似的进展，包括以更强的一致性接触对北京的野心感到不安的亚洲盟友。也就是说，北约现在也想团结亚洲。北约不但要团结西方，还要团结亚洲了对于被中共欺压的、和中共接触的被中共这个压制的这些国家都要团结成联盟来一起围剿中共。这很显然就是要围殴中共的节奏。鉴于有些网友不太清楚北约的具体情况，光听说过北约这2个字这个词儿，但是呢，具体北约是什么情况不太清楚。那面具人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接下来的内容，在这里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北约北约的全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欧洲和北美国家为了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现拥有30个成员国。北约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常规部队，是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这是2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在军事上实现的战略同盟的标志，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可以说，北约就是美国主导而促成的军事战略情报的强大同盟。这也使美国得以控制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防务体系。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1个都是北约成员，是美国实现超级大国领导地位的标志。就这，川普还要退北约。川普退了北约以后，西方国家的这个大范围的防护区域就跟美国没关系了，你知道吗？如果说美国退出了北约，这就代表美国从世界霸主的地位走下来了，知道吗？你们不要听大外宣给你说的我川普今天退一个，明天退一个，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连锁店你今天卖一个，明天卖一个，最后卖完了呢，你也不是老板了你去打工吧，对不对？那么北约这一次针对中俄的报告篇幅大约有60页，包含138项具体建议。在周2开始的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议上，它将成为讨论的主要内容。这可能是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参与的最后一次北约的会议，因为总统团队马上就要换人了嘛。
根据中国这边说啊，蓬佩奥这一次和土耳其进行了激烈的争吵。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中间呢可不简单呢。这个和咱们最后要讲的话题有关，等一下再说。咱们先说北约的这份报告啊，它是定于周二晚间发布，应该是下周二啊。但是呢，几名知情人士提前向《纽约时报》剧透了报告的内容。由于1年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由于缺乏战略协调和美国的领导，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随后呢，北约的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要求提交该报告。据一位来自北约国家的外交官说，这份报告是对马克龙的某种回击，但也是为了回应他对北约的合理批评。就是批评北约在调整结构和做事的范围方面进展缓慢，而且呢，决策的过程非常繁琐做出决定往往非常艰难。而这次北约打算快刀斩乱麻，改掉这些缺点。你们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在马克龙批评了北约的诸多一系列的缺点了以后，北约的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就是图上左边第2个人他们正在开会做出改良决定要让北约变得更强大，更加的快速有效率。纽约专家组的联合主席 A. 韦斯·米歇尔在一次非公开简报会上告诉北约的大使们，这份报告显示北约的大脑功能和肌肉组织都生龙活虎，没有问题。该小组由10名专家组成。马克龙这件事面具人，我之前就已经很多次的批评过马克龙这个人。实际上呢，马克龙这个人的抗压能力是相当差的，而且这个人相当的激进，但是他有时候总是激进不到项上去，并且呢，这个马克龙他对外软弱，对内强硬。你看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都敢和中共正面对撞，尤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敢抓中共的人，澳大利亚呢这几天一直跟中共互相怼。观众朋友们，你们也看了那么久的政治了，你们看到过马克龙啥时候正面跟中共对抗过？马克龙出访了那么多次中国，最多呢也就是象征性的一嘴带过人权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但是马克龙对他的国内法国真的是狠面具人，我总觉得这个马克龙是不是在去中国的时候学会了共产党的那套中国模式了？他先是把法国的这个穆斯林和老师的暴力事件的个人行为硬是上纲上线成对整个穆斯林人的仇恨，煽动民间仇恨，发动人民群众斗人民群众，就是文革那一套。结果呢，就是民间的百姓互斗升级。今天呢，法国人把穆斯林人干了，明天呢，穆斯林人又把法国人干了，大家老百姓互害互斗。那观众朋友们，你们看这老百姓天天的互相干来干去，杀来杀去，这可不行呀。那怎么办？是不是要派警察维稳？好，那法国现在推出了法国版的国安法，也就是法国的整体安全法。里面有一个要命的内容就是以后任何媒体和私人拍摄警察执法或者是传播警察执法的人仅仅是传播通通都是要抓起来坐牢的，还要罚重款。马克龙现在是欧盟西方世界第一个急速右转的领导人，独裁化并且呢亲俄亲共的，美其名曰保守主义嘛，就像大外宣们说的，美国应该出一个新闻法，抹杀掉左媒，要让政府审核什么新闻能发，什么新闻不能发。那面具人我就有点感慨这些民主大师不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吗？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持自己支持川普总统不能打脸，川普总统必赢，谁说川普不能赢？就应该封杀他，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美其名曰这是新闻法那面具人我就觉得这政府审核新闻了，那和中共有啥区别了吗？对不对？好了，继续说北约在接受采访时曾任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米歇尔确认，他确实说过北约的大脑功能和肌肉组织都生龙活虎，没有问题的这句话。他表示这份报告目标在展望北约的未来，而这个组织上一次正式的战略构想是在10年前拟定的，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时人们更重视与俄罗斯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当时没有提到过中国。
米歇尔说，我们的意图是坦率地面对北约面临的挑战，并且呢，以充分的理由、乐观的态度为基调来对抗这些挑战。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北约必须适应一个与俄罗斯和中共的战略对抗的时代，适应军事层面和政治层面还有地缘政治的竞争，要保持这种竞争态势的回归。他还说，北约首先是欧洲大西洋民主国家的联盟，必须在政治上发展，以适应军事的发展。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内部分裂是有害的。他说这个话就是暗指马克龙呀、川普这类不停的退群，单独的想要右转、走孤立主义的这种互相敌对的这种观点嘛，对不对？他意思我们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并且呢，他批判到，这种互相竞争呀，然后呢，外部压力呀，你扛不住了以后，会使得内部分裂的可能性更加大，会让内部面临更加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矛盾可以被利用。看人家说的多准，中共就最擅长利用别人的矛盾，甚至呢没有矛盾，中共都会给你挑拨离间、挑拨是非，让你们产生矛盾，互相的自己内斗内耗而死。因此呢，这个报告呢也强调了政治凝聚力。为此呢，报告并未建议废除北约的协商一致性原则，但是呢，提出了加快决策的速度的方法。例如，北约、以色列甚至是奥地利等国的许多伙伴关系决定都被一个国家阻挠，这说的就是土耳其大家每次投票或者做决定的时候，土耳其总是唱反调嘛。蓬佩奥也是因为土耳其亲俄和土耳其吵架的当然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大吼大叫，也就是拌了两下嘴意见不同。这个报告建议将此类争端提升到部长级，而不是让大使们匿名投票。而中国呢，是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大家设立一个咨询机构，协调西方对北京的政策，并强调中国可能会影响西方安全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间谍活动、供应链、信息战和军备建设等问题。看好了这上面说到了间谍活动间谍活动、间谍活动、信息战、信息战、信息战，重要的事情说3遍间谍活动和信息战都是中共擅长的嘛。这一次呢，北约单独把信息战、间谍活动拿出来强调了，证明西方国家已经发现了中共的这些玩法了。那这些民主大师的末日就要来了，知道吗？让你们打着民主反民主。哎呀，有苍蝇这个报告指出由于中国的技术野心、军事扩张和贸易政策的野心让中国它不能再被简单的视为一个亚洲地区性的角色中共的野心和强大使它成为了全球应该面对的挑战，而北约对于这一挑战的反应一直很缓慢、很迟钝。这个报告敦促大家建立分析中心，更好的研究颠覆性的技术和新兴技术，以此来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以增强联盟的安全，并且呢，在传统战场之外加强对网络战和混合战争的威慑。看，面具人在这里再给你们画一个重点那就是网络战网络战这不是中共擅长的吗？一年4500亿的大外宣经费，对吧？舔共的、反共的都收买了，都给你布局好了，带节奏，是不是？把大家都洗脑了以后，关键时刻把这些人都变成破坏美国民主的武器，是不是？那现在西方也要和中共打网络战了并且呢，是北约所有的联盟一起来围殴你中国打这种集团战争，知道吗？这个报告指出北约还应该利用这些能力来加强反恐行动，更好地协调保护北约南部成员国的政策。这些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担忧要少于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国家的支持的战争担忧，比如利比亚战争，而后者导致了不受控制的移民活动，很多人逃难逃到其他国家嘛，对吧？报告还直言不讳地提到了北约内部坚持民主的问题一定要民主，千万不能被中国的这种独裁的意识形态所感染。
报告指出，面对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对手，北约的政治健康更为重要。看，北约也意识到了我们民主国家不能被中国模式所感染变成了急速右转的这种极端的奴隶制，或者是唯物主义、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这种奴隶主的思想。这个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民主复原力英才中心，就是民主复原力量英才中心把全世界的真正的懂民主的民主专家搞到这个中心里面。当然了，面具人，我害怕这个民主力量复原中心会被这些打着民主外号的、披着民主外皮的民主大师给渗透进去。当然了，北约这边已经说了，他们要反间谍打网络战、打信息战面具人，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相信他们对这块有一定的防备然后他们建立这个民主复原力量英才中心以后，使所有成员国重新承诺遵守北约的创始条约的原则。这个条约的序言承诺他们将维护民主，北约要维护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明白了没有也就是说，建立的这个民主复原力量英才中心是为了让所有的成员国更好的去遵守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则。这个报告还敦促与欧盟以及欧盟自身的军事努力和野心进行更密切的协调也就是说让欧盟还有欧盟的一些国家他们就是想要搞别的事情，你们就别想了大家一起团结搞民主、搞法治、搞个人自由，来维护世界和平。报告建议设立永久性的人员配备联系，而且呢，北约要更明确地鼓励欧盟为了提高欧洲防卫能力而付出努力，只要这些努力能够加强联盟，有助于更公平地分担负担，并且呢，不排除非欧盟盟友。看好了非欧盟盟友可能呢，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也可以加入进来。一名北约国家的高级外交官称，这份报告是全面的，斯托尔滕贝格可以以此为基础，在预计将于明年初举行的下一届峰会上面，向北约的政治领导人提出建议。正如报告所敦促的那样，北约预计将批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以取代2010年的战略构想。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个战略构想可是比之前那个战略构想更有力度，更加的严密，而且呢，你们刚才也差不多听过里面的内容了吧？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期待嘛，并且呢，欧盟已经开始准备与拜登新政府合作，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正在研究与美国在卫生和流行病、贸易、气候、数据保护、反垄断执法以及对敏感外国投资审查，特别是针对中国，划重点特别是针对中国等问题上合作的建议要严格审查、严格针对。上面说了，针对中国，听见没我就是要针对你，不好意思我不是找你茬，我是在针对你，懂了没？这份报告由米切尔以及他共同担任的小组主席的德国议员、前国防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以及来自北约各成员的专家，包括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意大利前副外长马尔塔·达苏、土耳其高级外交官、前北约公共外交事务助理秘书长塔灿·伊尔代姆共同撰写。该小组同多名政界人士、外交官和专家举行了几十次的网上会议，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了该报告。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你们应该明白了吧？什么叫做墙外墙了？什么叫做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了吧？川普这4年不但没有在外部为美国争取到任何好处，反而呢退出了各个盟友组织，把自己的盟友比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推到了风口浪尖，让他们被中共单方面暴打，并且呢对于中共的扩张对于中共国内的高压统一都视而不见，任由习近平
收复香港、内蒙、西藏、新疆，南海扩张，不丹扩张，对吧？迫害人权，川普都不管。别说什么川普让美国伟大了，美国现在成了世界笑柄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想嘛，美国疫情防护的不好，成为世界上受灾最重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经济也崩溃了，美元也大跌了不是之前某个冷眼还说这个美元跌不回来了吗？美元要一直涨到7，涨到8，涨到9嘛。然后呢听他话的，现在结果呢7块多换美元了，现在流血了没？面具人，我当时建议你们换英镑的你说美元现在大跌了，不仅如此呢你看最近的一些这个舆论风向，什么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的选票是假的，美国的法院被中共收买了，美国的警察局被中共收买了美国的各个阶层公共领域都被中共收买了美国的军队都被中共收买了。你们想象一下嘛这些民主大师居然能说出来美国的军队都被中共收买了，那中共得有多有钱呀，得有多强大呀并且呢你看香港人、台湾人也在天天喊这个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的选票是假的，美国的军队被中共收买了，也在跟风喊这个事儿呢。你们看好一个重点就是全世界在川普任内的这几年被中共殴打得很难受，却又难以单挑中共。美国这方面呢又不停地卖队友，蓬佩奥曾经游说欧洲，游说了好几次了，对吧？你看鲍里斯、约翰逊见到蓬佩奥都懒得理他并且呢蓬佩奥还游说东南亚，不都无济于事吗？没人响应吗？为啥？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川普靠不住嘛。你们看川普这个人，他自己的队友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队友，他说炒鱿鱼就炒鱿鱼，说加关税就加关税，甚至是他周围的亲信说一脚踢开就一脚踢开，甚至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像库尔德、阿富汗、叙利亚，说卖就卖，说撤军就撤军，让这些人单独的去面临战争，甚至是送死的危险包括香港。那川普这样做，谁还敢和他合作？谁还敢跟他赌上性命，跟他一块儿去玩？你说川普搞经济那套杀鸡取卵的玩法，傻逼都能想出来别说川普搞经济怎么样什么撤军之类的，减少外部开支，谁不会呢？谁不会省钱吗？关键要看你能不能赚钱，你会不会赚钱。结果呢？结果就是美国很可能再也没有控制世界资源贸易格局的机会了你一撤军，你一退出这些贸易组织，别人会立刻补位补上。这不中共搞什么 RCEP、一带一路，美国这几年的贸易网络逐渐的在缩小，美国的这些贸易市场逐渐的在被中共代替，甚至是美国很多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中东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已经不用美元了，你们知道吗？一带一路的这些沿线的国家都在被中共剥削呢。不要听这些民主大师给你们说一带一路大撒币，知道不？中共从一带一路捞取了大量的这个军事资源、能源资源、矿物资源、人力资源，知道不？中共搞的是这种奴隶剥削，和当地的这些官员沆瀣一气来压榨他们的人。美国如果失去了掌控世界格局的机会你仅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是短期内看你省了点钱刺激了一下经济，结果呢以后呢怎么办就像面具人我说的，你是开连锁店的，结果呢你把你自己的连锁店一家一家的卖掉，是短期内你看你把店卖掉了以后，你收到了一笔钱，可是以后呢营业额没有了，未来几十年你都不可能再靠这家店铺捞到油水了，这家店已经被中共买走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怎么样摧毁美国不就是给他们选上一个无能的总统，让这个无能的总统祸害美国就行了。然后呢咱们再派咱们的民主大师去美国颠倒黑白，煽动仇恨，不就行了吗？可是目前来看呢，西方的老百姓并不傻，在民粹和右转自私的保守主义道路上终于刹车了把肢解全世界的川普选下去了，
大家还是提倡互相帮助、互相友爱，大家还是愿意走这种偏左的自由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路线，不想走川普的这种极右主义唯物主义利益至上的这种想法，甚至是表面神权私下的唯物主义嘴上念经心里吃肉，是吧？而且你们看看西方现在正在整体的恢复活力呢。西方从互相的孤立主义、互相的看不起、互相的敌对，到现在你们看这拜登还没上台呢，大家西方北约欧盟都开始跃跃欲试的磨刀霍霍的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围剿战略，等着和拜登一起围殴中共呢，知道吗？你们看看最近的新闻就知道了，澳大利亚包括德国还有加拿大还有日本都在第一时间恭贺了拜登，并且呢，很多国家都已经推出了相关的合作的协议，而且呢，很多国家也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联合盟友一起针对中共的这些协议和战略计划。而且还有一个事情面具人要给你们说，你们自己去百度看看中共国内对于这次北约的会议的高度警惕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呢，中共目前呢，他以什么办法来针对北约的这次会议还是老办法那就是发动自己的笔杆子诋毁北约嘛，就说蓬佩奥挑拨离间其实蓬佩奥也就是和土耳其的代表交换了一下意见，意见不同而已，然后呢就被中共描绘成了美国和北约闹掰了，北约全是烂货蓬佩奥是人类公敌，蓬佩奥挑拨离间。这是什么？这还是中共的那一种拉一派打一派的老战术嘛？包括老共现在面对渐渐觉醒的西方你看美国大选这一次，中共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甚至把自己布局了30年的民主大师特务们都统一的卖了出来让大家齐心协力的攻击美国的政治，造谣煽动美国的民族仇恨，对不对？甚至呢把台湾、香港都打包卖了，台湾、香港、大陆3位一体联合造谣美国，对不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微博、百度贴吧的这个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的军队被收买了，美国的警察局被收买了，这些话呢和港台和这些海外的民主大师腔调是一模一样的，你不用翻墙你也能看到，对不对？用了这么大的劲儿都没能把川普扶上去。对了，还在大选前1-2个月破天荒的买了破纪录的这个农业州的农产品，结果呢选票还是不够，使了这么大的劲儿还是没选上去，确实遗憾。否则呢把川普选上去了，再给川普4年去肢解世界联盟，去肢解美国，那中共就真的赢了。中共再给4年时间就彻底进化为完全体了，美国也等于彻底把自己的手脚斩断了，成废人了。可惜现在美国刹车了，停下来了，不右转了。而且呢，中共目前想要煽动美国内战的套路，目前来看呢也不太管用。那怎么办呢？继续装疯卖傻，装弱呗，还是玩他那一套装乌龟呗，对不对？中共目前来看呢，他是想争取时间，在民主党上台之前最大程度的打击他们的盟友，然后呢再把李毅甚至胡锡进这些战狼公知拿出来批斗游街，以此来平息西方人对中国人权的质疑这不，胡锡进中国大陆新闻消息显示，面具人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最近你们都不用看什么民主大师的新闻了，他们的口径和中国大陆是一模一样的你在墙外能看到的东西，你在墙内也能看到当然了，你在面具人我这儿看到的东西这些给你们解说的套路，你在国内包括你在其他的民主大师频道都是看不到的，别忘了点赞订阅小铃铛，知道不？这个胡锡进有私生子的消息是大陆媒体自己爆出来的，然后海外民主大师才爆出来的，他们是二手信息了。就在今天上午一则中纪委的实名举报的消息引燃了网络。举报信称，
自己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辑段敬涛，举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身为领导干部，违背党纪国法，与环球时报员工张南一和在职员工高颖长期保持不正当的这个关系，并且呢，二人分别为胡锡进育有私生子一名。那针对这个事件，老胡当然是否认了，并且呢，还把这个副编辑的聊天记录爆了出来，还写了一份语重心长的书信。那面具人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书信啊，你们听好了，胡锡进是这样说的。可能一些网友看到了环球时报副总编辑段敬涛的实名举报我的网帖。老胡正在广州南沙区受区政府邀请讲课，听说了这件事儿，我首先与2位无辜受到牵连的环球时报的同事和前同事通了电话，对他们如此躺枪受到的困扰表达了歉意。我要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几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大约3、4年前，段敬涛同志去了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大概产生了个人化的联想。回来后呢，他在报社内对外人说，胡锡进将离开环球时报，他将接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职务。当时我只是在小范围内做了解释，为了避免对他不利，没有扩大反驳的范围。1个月前呢，具体来说是10月27日，段敬涛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内与我谈话，直接要求我辞去环球时报的总编辑，由他接任。他说中纪委接到举报，正在调查我，已经有结论了，但是我可以用辞职来换平安。他对我说，他不是在请求我，而是在与我谈判。但是第2天早上，他又给我发微信向我道歉，说自己像中了邪一样胡说八道，对不起我的救命之恩。他的微信截图我一起发在这里给大家看。然后呢，就发生了今天的事情。段敬涛已经长期不参与环球时报的工作了，处于实际的闲职状态。原因是在环球时报的社务委员会看来，他已经失去了正常履职的能力。但是我们一直爱护他。我在1个月前的那个谈话中对他说，他这样与我谈话既违反了组织原则，也违反了道德原则。我劝他，关于我应当辞职并由他取代的这件事儿是他的妄想，希望他能够清醒过来。那次谈话之后呢，鉴于事情有了一定的严重性，我向环球时报社务委员会做了通报，并向人民日报分管领导做了汇报，但我们还是控制了事情的知情范围。今天如果不是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老胡是绝不会上网做这个公开澄清的。说实话，我更担心这一澄清对段敬涛的影响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然而呢，事情涉及到不仅是老胡的个人名誉，还有2位无辜被卷入的同事以及前同事的清白，还涉及环球时报的声誉。这一澄清是被迫的，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我在广州机场与环球时报的几位负责的同事开了个视频小会，我们会请求人民日报做出正式结论，但是呢，那需要一个过程。老胡在此先做一个个人澄清，等到报社有了结论以后，我会进一步的通报大家。真诚的感谢所有支持了环球时报和老胡的朋友们。那大家看到这个闹剧，面具人我想给你们说啊，其实呀，这个闹剧大家会联想到呀，胡锡进是不是要完蛋了？党这是吹风要干胡锡进呀？那面具人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看面具人我预判的事情都挺准的吧？啊，香港的事情，美国大选的事情，对吧？甚至是黄之锋判刑呀，包括数字货币呀。那好，面具人我给你们说，既然中共把这个消息放了出来，并且呢，你看老胡呀，还有这个段敬涛呀，互相说的玄乎其神的啊，有板有眼的啊，跟拍电影一样啊，这个情节呀跌宕起伏。那既然能传奇到这种色彩啊，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胡锡进就不会有事儿的。你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跟刚才那个被判刑了20年的老哥一样，
中共真正要弄死胡锡进的话，就不会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悄悄的把他抓起来，把他判了，把他弄了，然后呢，直接电视认罪，把他批斗了以后就好了。之所以现在胡锡进能够公开的一唱一和的把这个事情炒作起来并且呢，国内的网站、国外的网站统一战线一起在炒，就是为了做给西方看的。因为胡锡进这个人呀，太出名了，他天天攻击西方，抨击西方。在西方国家胡锡进这个人也是挺有名的。现在中共要开始继续走乌龟路线了，装傻充愣了。他要在意识形态上面示弱左转，把自己装成中共也是自由民主的中共也反对这些战狼公知所以呢，中共就会把这些之前比较有名的比较被西方关注的这些战狼公知把它打压下去他反而会把这种民主化、自由化的气息搞起来，以此来迷惑西方。在中国讲民主呀、讲自由呀，能不被抓的，尤其是大陆讲民主自由，天天反共不被抓的，你们心里面想一想嘛，就知道咋回事了，对不对？当然了，中共会培养这些民主五毛，继续反共，继续讲民主、讲自由好，让西方来放松警惕。一看，中共也不是那么坏嘛，中共也不是不能民主嘛。你看中共治下这么多平民老百姓，他们不知道这些平民老百姓是不是真的平民老百姓实际上，面具人，我跟你们说，现在反共都是贵族玩的东西，都是有钱人玩的东西现在民主呀，这个民主协会呀，民主圈子呀，你没钱你是进不去的，你没钱你是玩不了的。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参与的民主了，民主是红三代民主、名人民主退休官员民主、党内民主，懂了没？昨天不是董瑶琼这个事情，还把面具人我气得半死我刚说完董瑶琼就是平民反共的下场，结果呢，党就把他放出来喊话。然后面具人我回来想了一下，确实不对劲儿你说董瑶琼每次发个声音就能很快的有海外几十个几百个民主大师统一的帮他扩大声量就连当年他泼墨的时候直播的时候瞬间这些民主大师引燃了网络引爆了网络。当时面具人我还在澳洲这边当厨子呢不太关注政治只是觉得这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红了。现在我反过来想一想事出必有因我靠，真的共产党他深不可测，咱们普通老百姓只能看到水面上的反光这个水面上的反光是另外一种颜色，可能懂一点政治的人呢就能看到水面底下一点的颜色，但是你要往这个水下的深渊望去你要一直往下潜下去，你没有潜水艇你潜下去你就上不来了，你就溺死到里面了这个水太深了，知道吗？我刚说完董瑶琼，结果共产党就把董瑶琼放出来打面具人我的脸咋了嘛？就是要代表面具人我现在说平民反共下场不好，然后共产党现在就告诉你们，现在平民反共怎么了？还能给你安排政府的公职工作？你看我政府共产党我习近平对董瑶琼多么的好给他安排了公务员的工作、政府机关单位的工作，结果呢，董瑶琼还对我不满意，还要骂我。你们自己再去看看董瑶琼的那个视频，是不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了，董瑶琼人家还是名人，人家现在已经混圈了，已经是圈内的人了。你们平民老百姓千万不敢以身试法你们要想反，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再反不要轻易的被他们带节奏钓鱼，知道不？因为你看那个老哥秘密的被判了20年，有几个人能知道？是不是那你们自己仔细观察嘛看看面具人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实现，看我说的事儿接下来会不会发生从今往后，什么人权律师呀，包括之前被迫害的一些民主人士、民主大师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会陆续的被放出来冒头。当然了，这些人已经是接受过改造的职业民主大师了，并且呢，中共中央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把一些
类似于李毅呀、胡锡进呀、司马南之类的典型的战狼五毛公知啊，之前引起过众怒的战狼五毛公知啊，拉出来批斗，拉出来这个游街的，当然了，也是做戏给大家看的，毕竟是为中共效过力的啊。他只是奉旨演戏，以后还等着他们用呢，知道不？不信咱们走着瞧啊。